为一名台湾女婿，就是你这位山东人在台湾待了1个多月，你留下的感受是怎么样？台湾好的真的是大家的服务业，真的是服务员啦，包括一些这种，就是对于服务这块行业人员，他们态度真的是非常好，这是让我感觉的。而且第二点就是台湾的美食特别好，这是很多台湾同胞引以为傲的，觉得我们的小吃美食，夜市小吃啊，真的等等，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错，这个真的不错了啊。还有没了吗？有，人与人的边界感掌握特别好，不会大声喧哗，不会去做一些这种很夸张的事情，而且台湾整体老百姓的素质比较统一，他大概都在一条线上，这就是很多优点，对不对？台湾表妹跟她山东老公在聊两岸的差异啊，她山东老公其实还是蛮尊重台湾的了，但是呢，他的意识形态还是停留在大陆，正好就能够完全的反映出两岸的差异。对，那我们说的缺点呢，我觉得台湾的街道确实是有一些老旧了，可以有机会翻新一下，或者是说有机会把它们粉刷一下，也还可以提升一下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质量嘛。大陆对面子工程是极度上瘾的，走到哪里都要修个高铁站，景区呢基本也能够标配一个玻璃栈道了。所以呢，在大陆生活久了的人，一旦到了台湾，应该就会是这种感觉吧。在大陆啊，公共建设跟绩效考核一样的，老百姓的税呢都变成了高楼大厦，大陆人已经被训练出来了这种面子工程的审美了。但是台湾它主要的是针对于民生的，是针对个人的，例如说你的健保是你实实在在的福利。况且大陆人有选择权吗？他有选择自己的税是变成高楼大厦还是变成医疗吗？没有吧。如果要真的让大陆人选，大陆人还会选择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而让城市变得高楼林立吗？所以大陆绝大多数的人呢，他是有一个独裁美学在自己身上的。大陆人一旦想不通这一点，他的独裁美学就会一直印在他的意识形态里面。机车真的有点吵，就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电动车的这样一个世界，突然间到了一个全是机车的世界，我会发现每天就是没有停止的时间，因为我很喜欢 city walk， 在走路嘛，就在这个城市走的时候，我觉得一直有这个机车的声音。这次去完台湾之后，它其实会有一种祛魅感，因为大陆人很多的时候看到的台湾都是影视剧里面那样的一个美美的有滤镜的台湾，很多的一些街区，很多的一些菜市场，它是更生活的，并不能像影视剧里面那么的有滤镜，那么完美，所以你会有一定的去滤镜化。电动车能够在中国大陆普及，那不是因为说中国大陆的每个人都有环保概念，是因为呢国家给予了补贴，从2024年1月1号到2025年的12月31号这个期间，购置电动车它是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所以呢人民在没有补贴和补贴之间果断的选择了补贴，也就是说你想要买什么类型的车，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你已经被算好啦，你一定会买这个车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一本书叫《穷爸爸富爸爸》，在里面就有提到啊，车是一个负资产，它并不会升值，它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同样都是负资产，都是交通工具。台湾并没有像大陆一样自上而下的逼你去买更贵的负资产，台湾是可以用机车来作为通勤主力的，你只能够听到机车的声音吵，但是呢，台湾人买不买机车是自己决定的，在大陆你买车是早就已经算计好了的事了。就我这次去台湾，我发现台湾的气场有点乱，可能是我打开电视之后就看到很多人一直在吵架，一直在吵，一直在闹，大家好像一直在打，一直在竞争的感觉，就是没有一种我们一起来稳步发展，我们一起来做一些其他事情。大家好像是比如说一起发展科技或者干嘛，但好像现在一直在斗，就我感觉整个气场有点乱乎乎的。是的。台湾的科技好还是大陆的科技好呢？半导体是台湾做的强还是大陆做的强？什么叫气场乱？有人在吵架就是气场乱吗？因为他实在是没有见过言论自由的地方吧。台湾的社会制度呢，赋予了台湾言论的自由，所以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大陆的禁呢，那是一种晋升下的禁。大陆人到了台湾之后，你不习惯言论自由嘛？央视那种一锤定音的
口吻，人民都不需要思考，奋力向前冲就可以的那种氛围，你在台湾感受不到嘛？这就好像你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那个空间里面一扇窗都没有，然后你觉得哇，这里面好安静哦。然后呢，一旦有了一扇窗，你把窗户打开，你发现了风声，你觉得哇，这个风好大哦。到台湾跟我亲戚们喝酒，你觉得台湾酒文化怎么样哦？不怎么样，又没有酒文化呀，哪有了？台湾本地喝酒没有什么很明显的说的你想喝不想喝劝酒啊这些词啊，包括说话呀怎么样欢迎词啊，这个仪式谁坐哪儿啊，鱼头向谁啊，这东西台湾是没有的，是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的。我这个台湾女婿，山东女婿，第一次去台湾，我就坐在了门口，然后上菜从我这一直走。就是大家也没有人在意这个事情，比如说，哎，你往里坐一点也没有。你像你父母来杭州的时候，我给他们安排主座什么，他好像也没太在意谁坐哪，无所谓，没有那么明显这个东西。对，就不会去区分什么像你们那么复杂，怎么一陪，怎么对面还有一个人，然后穿插。所以哪来的酒文化？酒文化哦，是那种权力等级感的酒桌文化吗？分好大小的，有等级，有压迫，不能够轻松随意，还有一点古代权谋现场的感觉。说白了就是你到台湾，你没有喝出谁主谁宾嘛，你没有喝出一个那个谁高谁低嘛，你没有喝出那个地位，你没有喝出那个感觉。毕竟官场化这种酒桌攻略在台湾是失灵的。他有提到一个鱼头酒，鱼头酒呢就是宴请的主宾，要主宾敬完了酒之后，用筷子点一下鱼头或者取鱼肉，这个呢会叫做剪彩，代表这个宴会正式开始，其他的人才可以开始吃鱼。在这个主宾鱼头没有碰到那个鱼肉的时候，谁要是主动动了桌上的鱼，那是要罚酒的。不过呢，如果要是那个人不能喝酒，但是又被鱼头给指到了，他呢就可以夹一片菜叶把那个鱼眼给它盖起来，这个呢就叫一概不论，随便大伙开始喝，要从这个仪式开始。他提到这个酒文化还是有点古韵的哦，我们就来说一下，其实在中国大陆还有一些更夸张的酒文化，就是比如说要谈业务，你要是不把多少杯的酒喝完，那你就没有诚意来做这个业务。有很多职场新人就不得不在那边一杯一杯一杯的灌，很可怜哦。所以三小妹也在想啊，你们觉得是有酒文化的地方比较发达，还是人人平等不需要有这么多复杂东西的地方比较发达呢？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啊，对于有一些中国人而言可能也是一种传承吧。但是就三小妹来看啊，三小妹不太喜欢这种权力结构明确，等级分得明明白白，然后3、6、9等把人都定在那边，形式又比较繁复的这一套。在三小妹看来啊，如果要是有人逼我喝酒，会觉得他不尊重我的身体。如果要是座位他分了一个等级的话，那不管我是坐比较低还是比较高，我都觉得不太自在。我比较喜欢平权。还有酒桌文化上，他不是要敬酒嘛，那跟第一个完全都相悖啦。就是被逼喝酒都觉得是不尊重我的身体，我还要去敬让别人去被逼喝酒，这也不是我的本意。所以三小妹可能个人是不太喜欢酒桌文化啦。那个酒桌文化上的座位是有点权力图的，它有一个主座下手，谁坐门口谁点菜，谁夹菜谁进第一轮。他到了台湾被安排坐在门口，实际上大家可能也没想那么多，毕竟在台湾吃饭主要是要交流的，联络感情的，并不存在说要去cosplay 这一套。你来了就坐，有好吃的你就吃，大家开心吃，平起平坐呢也没有什么压力。不得不说啊，这个酒桌文化在三小妹看来跟几10年前的那个官场剧一样的，像个权力场一样。在台湾是完全没有这个权力场的，所以如果要是比较向往自由的大陆人到台湾会很舒服。从这段对话也能够看得出来两岸的差异啊。这个呢是闽东的粽子，对岸闽东的粽子，他们呢是在里面包一个鱼，一个是长条形的，然后蒸完是像这样。像在台湾啊，一直都会有北部粽跟南部粽的区别。南部粽的话，它的花生会多一点，而且呢，他们一个是用蒸的，一个是用煮的。北部粽是用蒸的。甜粽党跟咸粽党可以先不要吵了。现在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是蛙粽。
先给青蛙喂一颗蛋黄，然后再把它塞到糯米里面去包起来。然后还有一个是把那个糯米灌到牛蛙的肚子里面去，然后把它包起来去煮熟。给它塞糯米的原理是什么？为了防止它们尸变吗？本来一开始我是想说这个鱼粽的，然后刷着刷着我就刷到这个蛙粽了，然后对比之后我觉得鱼粽我也不是不能接受哈，这个东西别说数到3了，我妈就是数到8我也不敢吃。好啦，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人生路漫漫，三妹来相伴，记得帮三小妹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